我有另外一本书这样的书里面就有把这个句子写下来所以他就对这个题目特别有兴趣。然后他要出版的呢，我了解他讲的过程里面呢，他大概比较对六祖特别有兴趣，因为六祖这个人呢，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形容他。如果我们用比较世俗的话，叫做宗教天才就天生下来就是要开悟的然后他的生平，他们对他有兴趣。我听他讲的过程，他大概要的是说，比如说六祖生下来的时候呢，是怎样的一回事然后他去砍柴我就写砍柴，就比如说六祖去砍柴，他有那个《六祖坛经》里面有怎么形容把它写下来，然后写一篇文章，讲一点砍柴的事情，然后画一幅图画跟他有关系的。然后他大概对这个有兴趣然后六祖攀山越岭要找老师的时候画几座山，然后一个人走然后写他攀山越岭怎么去读《金刚经》读懂了，他大概就是要这些东西。那如果真正讲六祖坛经里面的那些内容的话大概他也不想出这本书所以我说20年后可能我会写这样的东西现在大概还没有这个兴趣写可能回去了忽然间想到，就把它当作是什么书呢儿童读物就给小朋友读，说你们认识六祖吗？六祖就这样的一个人。因为六祖呢坛经翻译的这个资料都是最传统的版本，然后讲很多六祖的这个故事，这些故事呢都很有趣，真的可以把它写成童话故事好像法鼓有出一套这个儿童小说嘛其中有一个是六祖嘛，还有其他都是用小说的方式写的，是青少年读得懂的一个系列很多。后来第二次出版的就请我帮他们写字所以他的封面的字都是我帮他们写的，他就是要那个线条然后大概这样的他们好像比较有兴趣。因为我看过他们出版的书，就是他的书就这样，我看见一片叶子，看见一朵花，我有什么感觉，然后我就把它写出来。他们就喜欢出这样的书，就觉得这个就是禅的东西。当然这个有点禅味在里面我们原本翻译了一些文章，翻译成英文，他有看，但是他好像没有什么感觉，因为那些文章呢要消化，即使是散文，我们写出来的都要消化，那他们大概也不觉得说他们消化得了所以也不觉得说可能其他人消化得了。所以这样子的情况看起来呢我们大概要出版这个书，在这边通过他们来出版，大概还是不容易的。那这个主要是传达一个讯息，就是这个文化的背景真的很重要。那因为现在西方文明已经高度发展，那么他们要在吸收东方文明的时候呢，他们要用同样的高度呢来接受，那么所以是两个文明两边的文化要交融现在还有一些屏障，要交融的话不太容易那这个不容易呢，你要把最高的那个层次的这些东西直接移植过来的话，大概不容易你就是等于说这边的气候还有这个泥土它还不具备这个条件，也不是说它的气候跟泥土有问题，也没有问题，但是这个移植过来的这个树还必须要可能经过一些改良吧或者是这边的泥土一些气候可能也需要经过一些调整，那么两边才能够相应，所以还是有一段蛮长的时间要走的因为文化的这种交融它不是一个人或者是一段时间里面，然后你即使做了很多工作，也不是那么容易就可以完成。所以其实鸠摩罗什到中国的时候呢，
我们非常庆幸有这样的一个翻译的人，但是我们也非常可惜，这么杰出的人，竟然只是做翻译的工作。因为翻译的工作呢，它有一个情况，就是说这种翻译当然有它的重要性，但是翻译的过程里面呢，他会面对一个问题。我一个老师他说，这种工作还有编这个工具书、编词典、编工具书，这种工作叫做蜡烛工作、蜡烛事业。为什么呢？你就是燃烧自己，照亮别人，你自己最好的东西没有办法发挥出来，因为你要花的精神是是那么的多，可是你做出来的都是一个就是转移别人的东西，你自己的东西都没有在里面。所以呢，他们也觉得说很庆幸我们近代有一个应顺导师。如果他们说我这个老师形容说，应顺导师是玄奘大师以后的第一人，1000多年来就出现这么一个伟大的这个导师，这个法师。可是如果把应顺导师的工作换成是翻译的话，他就是跟玄奘大师一样，有很大的贡献，但是玄奘大师没有自己的东西。传说他写了几部论，但是好像有的是说别人写的，有的没有很好的流传下来。那我们看到玄奘大师的功绩，就是他翻译而已。但是他这个翻译当然对后来是有他的这个历史的这个位置，但是呢，在学术上，他就是没有自己的思想。那鸠摩罗什也面对这个问题。那鸠摩罗什本身在翻译这个经典的过程，尤其他翻译这个《大智度论》的时候，他说翻译的工作好像什么呢？好像妈妈在喂小孩，妈妈喂小孩怎么喂呢？咀嚼了以后，才把这个东西交给小孩子吃。就是做这个工作，所以他自己本身有很多东西都没有办法，因为他学的是中观，而且呢，《大智度论》在中观里面的重要的地位，其他系统包括藏传的系统还有梵文的系统里面呢，已经没有《大智度论》这部论，所以他们所了解的龙树菩萨的思想只是一面而已，就是他深度的那一面，广度的这一面都没有。那么鸠摩罗什本身他具备这个条件，深度广度他都有了，可是他翻译的过程里面呢，他没有办法把自己的思想更好的发挥，所以我们就了解到这个过程。所以这个过程呢，是一个很长远的过程。那么这么长远的过程呢，我们发现了没有办法急着要把一些我们认为最好的东西呈现出来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讲解的时候呢，都发现到一个问题，不管我们怎么讲怎么翻译，都还是有一些比较不足的地方尤其是我之前也提到我们的话头，话头的方法真是中国禅宗里面的这个独创的方法，这个在南传里面没有，那传统的禅法里面没有，藏传的禅法也没有那在中国有，是因为中国的文化呢，对生命的来源跟去向都没有讲清楚。中国的哲学未知生焉知死，那么道家呢，他们不讲死后的事，他们要的是长生不老所以对生命都是看待当期这个生命，那不追问生命的起源。那每一个民族都有神话，中国也有神话，但是中国的神话不能形成宗教的信仰。所以我们的神话里面呢，我们都是女娲娘娘的后裔那女娲娘娘也没有生我们，她只是用泥土把我们捏造出来捏到最后呢，太累了，她也没办法一个一个捏，她就用这个树枝蘸这个泥浆就撒了，一点就是一个人，所以呢才会有一些残缺不全的人，因为这个泥料不够这些都是神话故事我们都不会去相信只是当做一个神话来看，跟
西方的宗教信仰完全不一样。西方现在接受了这个所谓犹太教的这种一神教的信仰，完全相信人是上帝创造的那这个信仰已经成为他们的一个很中心的这个思想。那我们才有这个移情，中国人参禅才有移情因为我们的文化没有告诉我们，所以我们才会追问生从何来，死亡何去。虽然后来佛教的思想传进来了，三世因果的观念有了，但是我们还是觉得这个是问题。最深的问题，比较浅的，我们用这个三世因果呢可以解答解答了以后就说好了，我这一世不好，就是因为我前世造的不好，欲知今世果前世因今生受者是，你前世造什么，现在就受到，然后未来要受到什么果报，你现在造什么就是了。所以贯通了以后呢，基本上我们某种程度上接受了这个观念。那么接受这个观念，表示你的问题解决了，你还没有解脱。那么你要解脱的话，就要看到这个轮回。那么看到了这个轮回的这个过程里面呢，你才找出说轮回的根源在哪里，就是我们的无明因为这个无明，所以你就轮回，那么造作轮回嘛，有了生老死的这个轮回。那你要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你就要去追寻，或者是你要有这个移情，然后去了解到这个根本所在这个无明到底是什么无明呢？到底是发生怎么一回事呢？那么这样子你才能够去解脱。那如果是到西方来，我们问这个话头的话，生从何来，死亡何去，一个答案就解决了因为所有的这个都有神来解决所有的问题。我们从神那边来，我们回到神那边去，所以你这个移情根本就生不起来。所以当他们还没有这样的一个这个轮回的观念，那么参话头开悟解脱对他们来讲就不是这样的一回事了。所以包括日本禅宗传过来的时候，很多日本禅师也不讲这个轮回的，他们讲禅的时候，参话头参公案的话，就是为了要开悟，开悟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讲不清楚当然我们也可以讲清楚了，言语道断，心行处灭，一句话就涵盖全部了，反正就不用说，不可说不可说那就不用说了。然后发生什么事情不知道，但是佛教的开悟是很明确的，就是你见到无我，然后了断你的生死，就是生死轮回不再成为你的这个束缚，或者是你的烦恼我们的心能够从这个轮回这样子的一个不断的循环过程中解脱出来。我们现在也是每天都在轮回，今天做的事情跟昨天有关系，跟前个礼拜，跟我最小的时候都有关系，一直联系下来。联系的过程里面，它形成一种惯性，然后对我们形成很多的障碍，很多事情我们就被它障住了，就变成不自在。然后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这些惯性全部出来，这些惯性常常都是制造麻烦的，或者是会形成一种伤害。我们要知道，所有的伤害肯定是双方的，这个因果是对等的。你不可能说你伤害了一个人，你自己不受伤，不可能的，你一定自己也受伤那么自己受伤，实际上有时候呢跟对方的受伤是相等的，只是有一些伤它是直接呈现出来，有一些伤呢它是伤在你的心里面，那你就要一直背负着它，你不能解脱，你就一直背负着它，然后你就是在这个轮回里面不断的去承受你所造成的伤害。这个就是我们最大的问题所以为什么我们觉得生命很苦，因为这些都是我们这样子制造的，这些都是杂染，你不解脱的话是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的。那你就要找到这个根源所以呢就要见到这个本来面目，知道说一切自性，一切众生的佛性，一亿众生的自性都是清净的，也就是一切法的本性空性是清净的你要了解，
然后在轮回的过程中知道这个杂染，但是呢，生命的本质，它的自性呢是清净的，所以你只要能够悟了、破了这个无明，然后这个自性清净的功能自然的显现出来，你就不会再制造伤害，因为没有杂染，没有烦恼，没有负面的情绪，你不知道这个伤害的时候呢，你不伤害别人的同时，你自己不受伤。所以你慈悲的对待一切众生的时候，你自己本身也对自己慈悲，那么这个过程里面呢就没有轮回，因为你所做的一切它没有后遗症，没有后有，没有副作用，你做的都是随顺这个因缘，然后你做的都是帮助众生的事情，你就让众生成长，让众生能够更好的趋向这个快乐，增长他们的快乐，减轻他们的苦恼，甚至呢帮助他们得到这个解脱。不是你给他们解脱，而是你用方法各种善巧帮助他们，也能够通过修行他们得到解脱。那这个过程里面呢，你自己本身所凝聚的或者所造作的所做的所有的事情，它都不是轮回的作用，那你自己本身就从这个解脱出来。很简单的，我们做了一件好事，我们心里快乐，那我们再不执着这个快乐的话，我们就自在。我们做了一件坏事，我们心里一定苦恼，因为我们就会产生一种不安。你有时候讲错一句话呢，你都整个晚上睡不着了，不安。这个不安呢，有一些是内在的，因为知道自己不应该讲这个话；另外一个呢是外在的，你讲了这个话，你伤害到对方，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对方来报复你，所以你这种是放不下的东西。你要放下，除非你真的完全我们说看透了，然后准备接受说，如果他来报复的话，我完全接受他。但是呢，很少人可以做到这一点，所以呢，我们就背负着这些心理的负担，那一直不断的轮回下去。所以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些，没有这样的一些基本的这种知识，你在参禅的时候，你在参公案也好，你在修这个默照也好，你的终极目标是什么呢？你终极目标没有建立的话，你所有的修行都变成是一种什么呢？技巧。它可能帮助你在某一个阶段的时候呢，有得到某一些的某种程度的一种算是解放吧，抒放一些。可是呢，它深层的不安还是在那边，所以我们把它当作是一种心理治疗的一种技巧。那么我们就看到说，你要一个个案一个个案处理。我们这一辈子呢，处理或者是我们造作的事情，一个个案一个个案处理，我们怎么去解决呢？所以你必须要回到这个根源。根源的话，就是从思想上，我们一定找到普遍的理性，普遍的理，对四代理成嘛。那这个理呢是普遍的，你抓到这个根本，就是抓到这个原则，你从原则下手。那么这个原则一定要依这个原理建立起来，所以有依空义，所有的有，包括事和理，所能说、所能造作的，它一定是依空而已，它的原理、它的本质，那必须要这样子去理解。然后你透了，了解到这个空，悟到这个空的时候呢，所有的问题它就变成不是问题，就你抓到这个根，也就是说，我们无明言行，然后所有的造作就这样子一直轮回下去。我们说破无明吧，用世俗的说法，或者是灭掉这个无明，就无明灭了以后呢，所有的轮回就灭了。因为你悟了以后，不再迷